长公主的消息灵通，那她应该很快就会知道福清公主复明的消息。到时候你要作何解释呢？圣女不必担心，奴婢自有办法。我问你件事情，我母亲就是东平伯府的夫人苏柯，是你下的手吗？ 是长公主下的毒，死于南巫的咏梅花。哎，不可公主，您演技刚刚才好，不可见强光，咱们过2天再摘吧。花嬷嬷，我想自己一个人待会儿。是。 那福清公主呢？当年她还只是个幼女，为何要对她下此毒手？因为她知道了长公主不可告人的秘密。公主，今天休息吧，眼睛才刚好，以后有的是时间，可以慢慢看。我怕现在不看，万一以后……不会，你不用怕。只是公主，我只能治好你的眼睛，你内心的恐惧，旁人是无法帮你克服的。要想摆脱那些噩梦，我们得勇敢地面对真相。你是怎么办事的？姜四为什么还没死？是奴婢失职，本来就快得手了，谁知那么巧，金上和燕王殿下同时到了长宁宫。若是奴婢再动手，怕是会露了马脚。本宫这么多年用你，就是因为你做事干净利索。这次不仅失了手，就连姜四都识破了盲处，替福清治好了双眼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殿下不必忧心，应是燕王在南疆学了些南巫的手段，所以替公主医好了眼睛。他们对姬上也只是说找到了偏方，并未提及南巫之事。这么说，他们没对你起疑心？是。母后，江姐姐说的对。若我一直藏着秘密，即使我目可视物，但我内心的恐惧也无法消散。母后，女儿的眼睛确实是被人所害。果真如此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是因为女儿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。那天，我跟玩伴捉迷藏，被他们锁进柜子里。青荣皇后处处与本宫作对，还大放厥词，让本宫识趣点儿，搬出领案，说什么太子登基了，本宫想走也走不了了。哼！既如此，本宫就让他活不到太子登基，死了也入不了皇陵。你之前说的毒药，真的能让人死状如麻风病吗？是。好，今夜重阳，众人登高，你把毒给我下了。父亲，你刚才看见了什么？
又听见了什么？我睡着了，没听见也没看见。真是个乖孩子。你怎么这么乖呢？姑姑的明月要像你这么乖就好了。今天晚上，父皇在正阳楼放天灯，走，姑姑带你去。我不去，我要找母妃。母妃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你一会儿就能见到她。姑姑想给乖孩子一个奖励，让你母亲当新皇后如何呀？父亲，过来。祈愿我大周风调雨顺，国泰平安。祈愿我大周风调雨顺，国泰平安。原来本宫的皇后之位是这么得来的。本宫还以为是皇上垂爱，怜你年幼失明。什么后妃，什么六宫之主，本宫都不要。本宫只要我的父亲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母后，您无需自责，始作俑者是那荣阳长公主。可你是她侄女儿，她怎么下得去手？娘娘，她可不如您这般人心仁德。受害者不只有妹妹，还有我。她为了替崔旭开罪，让我母妃无法晋升，还让司天监编造我是不祥之名。我刚一出生，就被送到了南疆。什么？连皇子他也敢动，简直是无法无天！都怪本宫当年听了你的，心慈手软，没下狠心杀掉那个丫头，只是弄瞎了她的双眼，还专程给了一场泼天的权势，弥补他们母女。没成想，真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。若他把本宫的所为说了出来，殿下，先皇后已去世多年，再说，谁会相信一个瞎子的所见呢？这不正是当年弄瞎福清公主的目的吗？奴婢伺候嫡皇后多年，深知她的秉性。就算当年她知晓实情，也会让公主打碎门牙往肚里吞。一双眼睛和一条命，她知道该怎么选。今日不同于往日，她再懦弱无用，也在后位做了那么多年，权力最让人迷失，让人忘了自己是谁。那如今的她和如日中天的先皇后做比较，又如何？你说的对，是本宫一时乱了方寸。我要让他们明白，皇兄最在意的人是谁，最信任的人又是谁？皇后、玉洁，他们算是个什么东西？咱们不能让长公主这样继续危害后宫，荼毒无辜了。如果我们一同去御前告发她，重新调查先皇后之死，这样太子也不会再支持她。只有让长公主伏法，福清公主才能够真正的安心，不被噩梦所困扰。不行，母后，妹妹失明了10年，您打算就这样算了？只要福清能够好好的，本宫都能忍。之前先皇后和他斗，还有太子做倚仗，可结果又如何？好好的一个人，死得那么惨。本宫在这宫里待了许多年，虽没有什么本事，但有一件事情本宫看得很明白：长公主在陛下心中和旁人是不一样的。她虽不是陛下的亲妹妹，但有着自小一起长大、同甘共苦的情分，还有先王叛乱时的护国之功。
舍身犯险，救过陛下的命。别说是福亲了，就算太子、齐王，都不及他在陛下心目中分量来得重。若不是性命攸关，能忍则忍。你们将来成亲之后，生儿育女，好好的过自己的日子，不要和他斗。可是皇后娘娘，娘娘的良苦用心，我们听懂了。母亲，你听说了吗？那姜子居然找到了偏方，治好了福清公主的眼睛。她都下了多少年了？这下皇帝舅舅只会更看重她了。你还有办法让皇帝舅舅改变心意吗？女儿是不是嫁不了玉锦了？啊！女儿要是嫁不了玉锦，我就不活了。满嘴都是玉锦，你可记得母亲生辰快到了？女儿，皇帝舅舅每年都会为您庆贺生辰的。本宫从来没有求过人，包括皇兄。这次都是为了你。谢谢母亲。想要把长公主这棵大树连根拔起，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如果我没有在朵嬷嬷面前暴露身份，就不用像现在这样瞻前顾后了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无需自责。我看娘娘的态度，就算是我们亲手把朵嬷嬷送到她的面前，她也不会与长公主作对的。可总要有人敢为人先，有些事情终归是要做的。我倒是觉得有一句话，娘娘说的特别有道理。什么呀？我们得过好自己的日子，我们不能终日与长公主为敌，连婚事都忘了。成婚的事情有李邦司在忙，他们都轻车熟路的，难道还需要咱们亲自去操办？宫仪，您学了吗？那不就是个幌子吗？再说了，我要真去学，肯定很快就能学会。婚服你试了？没有。燕王府的陈设，你可是未来的女主人啊。这些都需要我亲自去看。但我看燕王府现在就挺漂亮的。多新鲜啊！我看你就是怕麻烦。这是你我共同的婚事，是我们这辈子最重要的人生大事。那我自然希望宅院得是你满意的，酒席得是你爱吃的，婚服得是你喜欢的吧。最重要的是，这个新郎是我最心仪的。殿下，此金刚经乃臣妾斋戒3日亲手所抄，生辰礼嘛，正在心意。佛经，姑姑一向不喜欢诵经念佛，这礼怕是送不到她心坎上。殿下看看这个福禄招财树，这是西陵铜铃所造，寓意世事福禄。爱妃怕是忘了，这大前年送的就是福禄招财树。哎呀，太过敷衍。哎呀，这都不行，下去吧，下去吧。殿下，左右不过一份贺礼，若是殿下不喜欢，臣妾再去准备就是了。殿下不用这么紧张。怎能不紧张？母后走后，贤妃为了让老四抢主君之位，不知在背后暗算了本太子多少次，难道你都忘了吗？臣妾不敢忘记。殿下不能吃核桃，贤妃却偷偷在您的点心里面加了核桃碎，差点害了您的性命。是长公主救了殿下，禀明了金上，才惩罚了贤妃。正是如此，多亏姑姑不计与母后救援，本太子才能稳坐东宫。老四这些年明争暗斗了多久，却始终落于下风。为什么？正是因为本太子背后有姑姑的鼎力相助。殿下说的对，臣妾时刻谨记。参见殿下，长公主的人来报，说是今年的生辰宴不必办了。不办了？明明年年都办。
定是因为明月这几日烦得姑姑没了兴趣，都怪那老七。既如此，殿下，这生辰礼便不必备了吧？这生日宴不办了，这礼自然就得更重。哎，算了，我亲自去找。殿下只记得姑母的生辰，却早已忘记了生母的忌日。这府里怎么没人？大喜的日子，这么冷清。殿下许是在庭中？荣阳，皇兄，今日是你的生辰，怎么一个人在庭中喝冷酒啊？哥哥，如今也只有你记得荣阳的生辰了。胡说！还有你的丈夫、你的女儿，还有这公主府的人呢。唉，荣阳什么都没了，崔旭走了，明月也白养了。为了一个男人，跟我闹得你死我活，只见公主府富贵荣华，却不见我心，何等悲凉！来，哥哥。我们喝一杯。你还记得这身衣服吗？朕当然记得，这是你当年引开襄王叛军时穿的衣服。朕的皇位也是你当年用命搏来的。若是当年没有你，只怕是如今的皇位上坐的是襄王。荣阳没有后悔过，就算那襄王把我吊在城墙上3天3夜，我都没有一丝后悔。不是为了什么大周、什么皇位，是因为你是我唯一的哥哥，是我在这世上最亲的人。世上只有你是对我真心的，你是哥哥最亲的人。纵然为你死，荣阳也无怨无悔。站住！车内何人？奉皇后娘娘之命出宫办事，不该问的别问。驾！公主殿下，出宫门了。殿下快坐好，皇后娘娘瞒着金上让您出宫走走，再三嘱咐奴婢低调行事，安全为先。好。来大油条啊！来点儿，来一点。小心牛车。啊，董嬷嬷，你看。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！不可，小心扎手。辟邪祈福求姻缘啊！姑娘，您注意哪个颜色？我看看这个。都不要了，不是什么稀罕玩意儿，也配不上您的身份。走吧。刚出来的冰原子，来看一看，看一看冰原子。我想要乳糖蒸雪，冰雪冰原子。不要了。啊？街边的食物不干净，若是吃坏了肚子，该如何是好？可是我关了这么久，也该吃东西了呀。公主将就下，回宫再好好用膳。
奴婢去给您找口热水喝。嗯，您在车里等我。 是第一次报官吗？是。人在哪？甄大人，人在这里。臣甄衡知道有一种会说话的纸鸢，即便您看不见，也能知道它飞去何方。甄大人，你怎么在这儿？ 你能看见了？那你这眼睛是怎么治好的？是姜四姐姐帮我治好的。你今日是一个人出宫吗？不是，我是跟嬷嬷一起出来的，只是她说去找热水了，等一会儿才会回来。找热水？那应该是去沿街的商铺了吧？来人，去帮着公主找一下嬷嬷。是。 你一个人在外，你母亲会担心的。要不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能不能先不回去？母后好不容易允许我出宫，我想再多走一走，多看一看，这样回宫以后，心里还有个念想。 况且我也不是一个人，这不有甄大人呢吗？那好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谢谢师父。这是哪里啊？好多鱼。殿下小心。这里。 算是我的一个神秘之所吧。每当我累了乏了的时候，选择来这里。哇，你看，放空半日，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，再回都城司办案。在我心里，甄大人无所不能。原来也有情绪低落的时候。当然了，其实每一个人。 每一件事情都分两面性，有阳光的一面，自然也有阴影的一面。殿下现在可以出宫了，眼疾也好了，所以他自然可以看到这世间的美好，但同时也会看到世间的不美好。殿下，如果遇到那个时候， 您莫要害怕，以臣之见，任何的事情，只要你能找到真相，就可以解决问题。您觉得呢？大家都说甄大人固执、认死理，可是福清今日才更加了解大人。你是为了改变这世间不美好的事情，让百姓都可以活在阳光之下吧。 所以要变得无比坚定，才能够去抵抗阴影。在我心里，律法就是那道光，惩恶扬善，驱散阴影。这是什么？它居然可以发光！它们叫做萤火虫。 听说在深夜之时，可以为人们引路、照明。他们点亮自己，是为了照亮别人。
它可以停在你的手上。这就叫心有所念，必有回响。来，你试试。到底带公主殿下去哪儿了？这宫门都要关了，怎么还不见回来？嬷嬷，公主殿下，您可算回来了。今日多亏了甄大人。多谢甄大人。宫门就要关了，奴婢先带公主回去了。好，那就有劳嬷嬷了。恭送福清公主。嬷嬷，你今日下午怎么去了那么久？我等你好久。奴婢打碎了一个瓷瓶，那店家想要讹诈我一笔，怎么都不肯让我走。关宫门！过来见我。真没想到，也只有燕王才能想出饰演这法子。夫妻行拜礼，一拜，再拜，对拜，起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生根？分过你我之间，开出冠手，尽瘁。相识一相忘余生，就位，行同劳之礼。若因随喜，也感同永忘的心声。相逢同劳而食，同心同德。这青春，光阴似锦，与你同赴烟火。圣旨到！燕王御锦接旨。燕王御锦德才兼备，勤勉笃行，率赤羽旗屡立军功，入都城司，连破数案。侍父母甚孝，待手足甚亲。燕王自幼离宫，为承欢膝下，朕于心愧之。虽以赐东平伯嫡女姜嗣为汝正妃，然姜氏门第不显，故而再擢选荣阳长公主嫡女明月郡主，配于汝。不论政策，二妃并立，主者施行。殿下，接旨吧。董旦，备马。是头。你放心，这辈子我只娶你一人。等我回来。不好，有人闯宫门！明虎，警戒！别动手，他是七皇子。陛下，七皇子连闯5道宫门，直奔天德殿来了。殿下，陛下正忙着。请父皇收回成命。殿下，圣谕如天命，难
哪有收回去的道理？儿臣请父皇收回成命。同时迎娶2位皇妃，那也是陛下对您的恩宠。请父皇收回成命。儿臣请父皇收回成命。殿下，您不能说这话。谁召你入宫的？儿臣请父皇收回成命。连闯5道宫门，你要做什么？我大周自立国以来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。这是宫门，不是家门，容不得你随意出入。儿臣一时心急，忘了规矩。我看你是忘了自己的身份吧？你以为你还是南疆的那个于七吗？不是了，你是皇子，是王爷，文武百官都盯着你的一言一行。这要是传出去，他们如何看待朕？朕连自己的儿子都管不了，如何治天下？看你这个样子呀，居然为了成婚这么一件事，连闯5道宫门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逼宫谋反呢。儿臣不敢。火焰，擅闯宫门是什么罪？说。说。回陛下，擅闯宫门是死罪，且株连9族。株连9族，好啊，玉锦，你是连朕的命都想要啊？儿臣绝无此意，儿臣只是一时心急，儿臣求父皇收回成命。难道你还想让姜思为你去死吗？宝平，距离成婚还有几日？陛下，还有4日。好，4日一过，按期成婚。父皇，儿臣不想，儿臣不愿意，儿臣请求父皇收回成命。殿下，收回放手啊！殿下，父皇，殿下，您放手。父皇，你以为这样就可以逼着儿臣就范？儿臣就算是死，儿臣也不接受。死不接受？好，那朕就成全了你。那我就可以做一个闲散的王爷，咱们把大门关上，过咱们自己的小日子，也会安静自在的。只怕天不遂人愿啊。龙丹，怎么样？打听到了吗？头他连闯了5道宫门，要抗旨拒婚。现在怎么样？现在一直在天德殿门口跪着，说死也不接受此婚。机上怎么说？信上说，那就如他所愿。哎，姑娘。陛下，臣妾今日特意吩咐膳房做了许多你爱吃的，还有清热解毒之类的。若是为了玉景求情，就不用开口了。用膳吧。宫里要办赏花宴了，到时候我想尽办法给你下帖。在宴席上，我会光明正大的告诉所有人，我要娶的人就是你。我会赢下这场花宴的，你的良缘只能是我。侄儿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明月堂堂一个郡主，
和一个伯父之女一起当平妻，她可是承受了很多委屈。本宫没有让明月取代姜思，而是成全了你和姜思。你为什么就不能成全本宫，乖乖的娶了明月？照姑姑这么说，好像是我求着她嫁给我一样。我想不想成婚，跟谁成婚，那是我的自由，用不着姑姑成全。你从小在荒蛮之地长大，性子是野惯了。本宫要提醒你，身在这个皇家，谁都没有自由之身，谁不是互相牵制、听命行事？就连皇兄，他都不能随心所欲，更何况是个皇子。这就是你留在临安享受尊荣，理应付出的代价。那长公主篡改天命，听了谁的命令？你胡说什么？你毒害了东平伯夫人，现在又想毒害姜嗣，这又是听了谁的令？长公主一人之下，万人之上，难道是听了父皇的令？那你大可去向京上揭发，看看他是信你，还是信本宫。多行不义必自毙，天道如此，父皇也护不住。侄儿，成婚之后，你和公主府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是个聪明，好自为之。下着雨呢，姑娘要不回府里等吧。阿瞒在这儿守着，有消息第一时间传回伯府。他在宫里面跪着，我却什么都做不了。我就在这儿，远远的陪着他。恍然若梦，只在花落处。再回首，一幕幕是难解难诉。忘却人间能有几人渡？看往事来时路，复有这一路。一生舍就只与你共赴。都说父子没有隔夜仇，就算燕王一时顶撞了京上，这罚也罚了呀。到了明日，也该消气了吧？母亲，您把此事想得太简单了。光凭他闯宫门这一件就足够他掉脑袋的了，更何况燕王他还抗旨拒婚。那便去求求和伯府还有来往的官员们，让他们帮帮忙，在金上面前说个情啊！出了这种事情，人人避之还来不及呢，谁会帮忙呢？哎呦，那老二，你说说，这燕王这事到底该怎么办呢？难道这真成了无人能解的死局吗？母亲，还真成死局了。哎呦，这是。殿下，你已经跪在这儿不吃不喝1天1夜了，再这么跪下去，如何是好啊？您就服个软吧。长公主和陛下那是手足情深，又有护国之功，她以命相求，陛下才不得不答应她此婚。陛下也是无可奈何呀。公公，啊，您就别劝了。三思啊，殿下。
怎么样？有消息了吗？回家等吧，他还在殿前跪着呢。还在跪着。人没事就好，人没事就好。诸位爱卿，还有其他事情上奏吗？陛下，臣真恒有事要奏。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清风徐来。